想跑门儿都没有！给我狠狠的揍你，走电影的！给我瞄准了打！他是第一个为翼龙出头的少林武僧。由于翼龙状态不佳，被对手一腿踢翻，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眼神迷离，透露着恐惧。老外看到这一幕，就认为中国功夫如此不堪一击。面对这些无知的老外，翼龙的师弟武僧翼虎当即下山，势必要为翼龙报仇雪恨，让更多老外见识到中国功夫的厉害。翼虎作为翼龙的师弟，其打法凶猛果断，打比赛从来不会拖泥带水。此次交手的老外名叫伊利亚斯，年仅22岁的就斩获8胜，8次胜利当中有7次都是以 KO 对手取胜，可见实力有多恐怖。赛前也是丝毫没有把翼虎放在眼里，认为可以轻松将其拿捏。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翼虎自然会给他上一课。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翼虎如何暴揍嚣张的伊利亚斯。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伊利亚斯直接就高扫上头，翼虎迅速用手臂格挡，随后慢慢的压制上前。伊利亚斯见不妙，用正蹬控制距离，翼虎则是不急不躁，不断的压缩对手空间。武僧习练传统武术，后来又改的这种传统武术的基础的国际选手。有着传统武术的功底啊，双方一开始都非常。伊利亚斯的双手保架非常高，非常害怕翼虎的重拳，翼虎则是用扫踢砍腿，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伊利亚斯偏偏不信邪，冲上去，结果背后手拳命中，将其打了一个踉跄。但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硬，就是死活不后退，翼虎自然也不会惯着他，抡出后手大摆拳，吓得对手连忙跑路。红方选手翼虎年龄36岁相对来说可能是个很大的考验。1.76米，体重75公斤，特别是翼虎，应该是把体能分配好啊，没有把握第一回合终结掉对方的。此时的伊利亚斯非常的狼狈，被翼虎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然而翼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追上去使出转身后摆攻击，结果导致自己重心不稳倒在地上。翼虎起身一脸的尴尬，简单调整过后，比赛继续。翼虎继续猛冲猛打，完全不给对手任何机会。这是高危职业高危职业必须要身怀绝技啊！是的，我们在以往的他把这个气撒在了对手身上，来个摆拳，漂亮！翼虎发威了虎威虎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漂亮！既有速度，击斧，击头，看得出来南方选手在力度打击上和翼虎还有很大的差距看到瘫软在地的伊利亚斯，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这时的伊利亚斯躺在地上两眼无神，逐渐快失去意识，在赛前的嚣张气焰完全没有。翼虎用铁拳捍卫了中国功夫，翼虎好样的，为国争光。注意看，中国小伙在击倒对手的瞬间，立即收回了已经高高举起的拳头，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一拳砸下去，对手的职业生涯也可能因此断送。赢比赛是靠实力，及时收手靠的是武德。这个中国小伙名叫张庆贺，是我国新生代的超级新星，从18岁就开始征战国际拳坛，打比赛从来没有超过1个回合，最快的一场比赛仅用10秒就秒杀对手，可见实力有多恐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张庆贺打过的精彩瞬间。第一场的对手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拳王艾特库尔，职业战绩7胜1负6次 KO， 还获得过全国摔跤冠军，非常年轻，才23岁，在哈萨克斯坦本土也是一个超新星。本次比赛他挑战张庆贺，就是为了向自己的8连胜发起冲击，而且赛前非常自信，认为可以轻松拿捏，殊不知自己的下场会很惨。张庆贺自然不会拒绝，霸气的前来迎战。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张庆贺直接冲上去就是低扫砍腿，艾特库尔则是抡起后手拳反击，张庆贺反应迅速，立即躲开，随后慢慢的用前手拳控制距离，然而对手丝毫不惧，继续反扑，张庆贺只能用腿法控制。чемпион решил атаковать с ног. Одан қорқып жатқан жаңты жоқ.
此时的张庆贺占据绝对优势，将对手逼得连连后退。艾特库尔找准机会想反击，结果被张庆贺后手拳命中，瞬间将其打了一个踉跄。张庆贺则是乘胜追击，吓得艾特库尔狼狈逃窜。Уверенно двигается Жанг. Стоит отметить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теми бойцами в рамках этой матчевой встреч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до этого. Я бұл жерде Сүндеттің бой ұзындығы сәл кедергі қазір Жангқа жақындау қиын болып тұр. Ол аяғы ұзын, Айткул бірден қашықтықтан шабуыл жасай бастайды. Габариты Сундета,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габариты нет. 看到躺尸擂台的艾特库尔，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这就是挑衅的下场，直接使出一记凶猛有力的后手拳，瞬间将其打得昏迷不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场，对手是来自于印尼的马里奥。这家伙仗着自己有不错的实力，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赛前放话打中国选手简直小菜一碟，可见这家伙有多嚣张。张庆贺则表示最喜欢收拾这些嘴硬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张庆贺如何给这家伙上一课。比赛开始后，张庆贺猛冲上去，根本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抡起后手拳直接爆头，瞬间将对手打倒在地，随后压上去疯狂补刀。马里奥还想起身后站立，结果被张庆贺重拳打得失去意识，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比赛开始仅仅10秒钟就被 KO， 此时马里奥肠子估计都该悔青了，来的时候自信满满，结果被重拳打趴在地。最终张庆贺以绝对的实力 KO 对手，取得了比赛胜利。张庆贺好样的，为国争光。Yes！ 直接终结比赛。又一名嚣张的日本选手被打得狼狈不堪，痛苦的倒在地上。日本拳王朝仓丰树嘲讽中国功夫不行，日本空手道才是世界最强，结果被太极传人全程暴打，只能狼狈的满场乱窜，尤其还一脚踢中对手命根子，瞬间让日本选手痛苦的倒在地上，疼得不断打滚，因此让日本格斗界丢脸面子，成了笑话。为了展现日本空手道的厉害，不惜花费重金请出日本空手道大师谷谷智久来华复仇，扬言要将中国选手打废。面对不知死活的日本选手，韩飞龙则是霸气迎战，势必要给他上一课。韩飞龙作为我国太极实战第一人，是太极拳宗师王占军的关门弟子，经过多年的苦练，也是成功将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融入到现代搏击中，相互结合，创造出一套灵活飘逸的打法，尤其是绝招舍身踢让老外吃尽苦头。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韩飞龙如何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韩飞龙直接使出低扫砍腿，日本选手反应迅速后撤躲开，韩飞龙也是非常的谨慎，并没有贸然发起攻击。没想到日本选手开始反扑，打出一记后手拳爆头，韩飞龙被打了一个踉跄，日本选手还想乘胜追击，韩飞龙也是丝毫不惯着他，直接使出一记扫踢反击。两个扫踢。日本选手智久呢是日本的赛事天下第一的70公斤级的王者。智久的特点很日本选手，喜欢。此时的日本选手占据主动，不停的压制上前，打出后手拳猛攻，韩飞龙只能边撤边用扫踢反击，但这家伙就如同打不死的小强，根本没有后退的意思，将韩飞龙控制在围绳边狂暴输出，韩飞龙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用手臂格挡。手身踢，飞龙这一腿踢得很漂亮，近距离那个上下发力的拳啊，漂亮，还是做得不错。转身后蹬。随着比赛的进行，日本选手还在上前进行逼近，韩飞龙也是忍无可忍，抓住对手的漏洞，打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后手拳爆头，直接将日本选手击倒在地。但没想到这家伙非常顽强，站起身来还想继续比赛，这也将韩飞龙彻底激怒，猛冲上去抡起拳头狂轰。这就要连续击打，这时候应该喊停了。我们看记者应该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恢复过来。韩飞龙跳膝分。看到毫无反抗的日本选手，日本教练吓得扔出毛巾投降。韩飞龙以绝对的实力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给其狠狠的上了一课，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韩飞龙好样的，为国争光。